猪。我终于清醒了。好玩，好玩。臭傻子，滚开！我的屁股好痛，姐姐她欺负我。姐姐也是你叫的，你只是李总养的傻。住手！杨晨是为了救我才被人打傻的。没事了，杨晨。虽然你是我聘请的鉴宝专家，但你再欺负他的话，就给我滚蛋！李总，你放心，我不敢了。别怕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这是什么？佛珠。我终于清醒了。雍正八郎主人碑有磨损，市场价值10万。3年前我为了救人被人打成傻子，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被这颗佛珠唤醒，还获得了鉴宝天眼。鉴宝可是最赚钱的行业，有了天眼加持，我要赚大钱了。佛珠的秘密不能暴露，我还得再装一阵子傻子。他莫非在找帮我恢复神智的那枚佛珠？臭傻子，有没有看到一颗红色的珠子？要是看到了，你最好交出来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果然，这人来找那颗佛珠的，在没有强大实力之前，绝不能让他知道我清醒了，否则他一定会把佛珠夺走的。别打，别打我！你臭傻子，滚开！滚去扫厕所吧你！喂，老大，那颗珠子丢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找回来。张弛幕后竟然还有老大，那我更要守好秘密，否则一定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杨晨，怎么坐地上了？快起来！我在躲猫猫。李总，您怎么下来了？魏老快过来了，你去把前几天收的那几只清代雍正钱碗拿过来给魏老鉴定一下。李总，雍正钱碗我已经鉴定过了，还是拿别的珍品拿出来给魏大师长长眼吧。你在教我做事？还是拿别的珍品拿出来给魏大师长长眼吧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，我这就去拿，我这就去拿。张弛以为我是傻子，所以偷店里的古董根本不会避走。我亲眼看着他把那个雍正钱碗换成了假的，所以不想让魏老鉴定他。李总对我有收留之恩，我得帮他拆穿张弛的真面目。请坐。魏老，欢迎你来。李总，打扰了。老头子刚听说你收了个雍正年的钱碗，便来赏玩一番。魏老哪里话，您可是咱们华夏鉴宝界的泰山北斗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您二位稍等，古董我已经安排人去取了，马上就到。我让你仗着自己是鉴定师欺负我，看我怎么拆穿你！我让你仗着自己是鉴定师欺负我，看我怎么拆穿你！古董我已经安排人去取了，马上就到。这价值连城的古董就这么摔碎了！臭傻子，都怪你！李总好心收留你，你却把我绊倒，摔碎了古董。这可是雍正年的钱碗，你赔得起吗你？你个坏人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张弛，住手！杨晨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这可是皇家御用的钱碗呀，价值连城啊，就这么摔碎了。这可是皇家御用的钱碗呀，价值连城啊，就这么摔碎了。哇，好甜，是糖哎！你这孩子，这可是古董啊，就算是碎了。赝品的釉面遇水则溶，这下你们该看出来了吧？这是假的。
李总，你竟然敢拿个假的来糊弄我老头子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魏老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收这个钱碗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，这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呀。你自己看看，釉上彩一类的瓷器，就算是经过几年的雨水冲刷，都可能做到新色不变。可这瓷片上的材料，怎么可能遇水就化了？古董是你让我买的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总，可能是我看走眼了。你是我花重金请过来的顶级鉴宝师，看走眼这种低级的错误，你也能犯？我张弛用赝品替换了之后，李玉这个蠢女人肯定想不到。臭傻子，你给我闭嘴！小陈，你刚刚说的这些话，听谁说的？他说的，他还给了我一颗糖让我保密。李总，吃糖。张弛，你竟然监守自盗！真的古董呢？在哪儿呢？真的古董呢？在哪儿呢？哼，老子又不傻，要是交出来，我还有活路吗？除非你给老子1个亿，不然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！有老鼠，好大的一只老鼠！有老鼠，滚开！看这里！这是康熙甜白釉肃静瓶，清代白玉鹊桥相会诗文碑，还有清雍正钱碗，明初永乐大青花。哎呀，这全都是真品呀，李总！看来你店里的东西都被这位张师傅给调包了。臭白痴，你毁了老子全部的计划，去死吧你！别动！我是南省警备处处长，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涉嫌偷盗财物、人证、物证确凿，你被捕了。这都是误会，李总，帮我求情，这些年我也给你赚了不少钱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帮我求情呀，李总。张弛，这些话你留着跟警察说去吧。走。杨晨，你就是个臭傻子！你等老子出去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！坏蛋，抓起来！小陈，谢谢你，今天多亏了你。知道，你知道。来，魏老。张弛的事牵涉到金镶玉的名誉，还请您暂时保密。等警方调查清楚后，我会亲自登门，向被张弛欺骗的客户上门致歉。你放心吧，我老头子不会出去乱说的。但李总以后再请人，可要擦亮眼睛。多谢魏老提醒。可是金镶玉现在没有了首席鉴宝师，3日后的慈善拍卖会怕是去不了了。你叫小陈是吧？我这里有个宝贝。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眼？魏老，小陈他只是我店里的保洁，他这里有点毛病，不会鉴宝的。冰种翡翠雕凤玉镯，赝品，价值20块。假的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魏老，您别跟小陈一般见识，这镯子我来赔。这个镯子确实是假的，不用赔。倒是他可谓是火眼金睛啊！这个玉镯连我都差点看走眼。他却一眼看出来是赝品，真是不简单呐！好玩。小陈，这个呢？这个好看，明代白玉菱花佩，赝品，价值0。假的不要，不好看。小陈，我以前竟然没发现，你竟然是个鉴宝天才。失之桑榆，收之冬雨。他虽然傻，但是呢，鉴宝天赋卓绝。李总若能好好栽培他，日后必成大器呀！我一定不会浪费了他的天分。3日后的慈善拍卖会，老头子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呀！那我先走了。小陈，你今天帮我挽回了上亿的损失，以后你就是咱们金镶玉拍卖行的鉴宝师，年薪500万。3日后，我带你去慈善拍卖会，让你长长见识。慈善拍卖会，那一定会有很多古董，有鉴宝天眼在，说不定我还能捡个漏。拍卖会。小陈，待会儿你看哪个古董好看就跟我说，我来举牌，好吗？好。
但是你要记得给我糖吃哦。好，不会少了你的糖的。小玉，这个野男人是谁啊？张红旗，南省5大家族之一的张家少主，经常去店里买古董，其实是看上了李煜，在追求他。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傻钱多。张少，他是我店里的鉴宝师，杨晨。杨晨，他不就是你店里那个傻子保洁吗？他怎么可能会鉴宝？张弛呢？他可是你的首席鉴宝师，今天没来吗？他出差了。哎呀，小玉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这位是刘满江，来自港城，也是鉴宝大师。今天就让他帮你选拍品吧。多谢张少的好意，不过不用了，我有小陈就够了。哼，杨晨，哎呀，他一个没脑子的白痴也会鉴宝。刘满江可是张弛的师兄，你不信他，难道还不信张弛吗？臭傻子，笑什么？实属一无，坏蛋！我不跟傻子一般见识。李总，我师弟不是在你店里当鉴定师吗？他真的出差了吗？为什么我联系不上他？巧了，我也联系不上他。若能联系上他的话，告诉他一声不用回来了。我已经找到了比他更合适的鉴宝师了。李总，你该不会说的是这个傻子吧？你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！就连魏天恒魏老都对小陈刮目相看，我相信他今天是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切，小玉，你没开玩笑吧？魏老可是咱们华夏鉴宝协会的会长，他怎么可能会看上这个傻子？魏老来了。魏老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是？我是刘满江啊，是港城富比拍卖行的首席鉴宝师。老头子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请刘先生莫怪。小伙子，今天的古董可不少，老头子很期待你的表现呀。我最厉害。哼，这个臭傻子还会鉴宝，看我怎么让他出洋相！哼，小玉，你看中了哪一件，只管跟我说，我帮你拍下来。不必了，你有钱是你的事情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花自己的钱。非常感谢各位擅长人翁来参加今晚的慈善拍卖会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周慧。今天的慈善拍卖正式开始，下面请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——珍珠耳环。看起来不怎么样啊。看起来还不错。看起来不怎么样啊，小玩意儿也就一般。这套珍珠耳环起拍价30万，每次加价最低1万元。清乾隆玉盔南珠耳环，品相完整度90%，市场价值500万。小玉，这个买它，好看，买它，我喜欢。你的意思是要自己出钱买？好，你替我挽回了上亿的损失，我给你准备了100万的奖金，这次就由你的奖金买。50万。好，1号出价50万，50万第一次。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，这种东西垫桌脚本少爷都嫌便宜。还有人出价更高吗？50万第二次，5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切，我去，50万换500万，这投资回报率也太高了吧！小伙子，这对珍珠耳环我看过，这珍珠确实是南珠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收藏的价值。你怎么会看上它呢？它值钱。小傻子，我看你不是傻，你是没脑子吧？就算这是南珠耳环，50万也是顶天了，难不成你还指着它升值？大傻子，南珠很久了。小陈，你是说这一对南珠是古董？没错，而且是出自宫廷皇家，简直一派胡言！宫廷御用的南珠颗颗晶莹圆润，而且个头也大。这2颗南珠不仅个头小，而且还灰扑扑的，一看就是民间之物。哼，此话倒也不假。如果单从品相看，这一对南珠确实不是顶级的呀。乾隆玉盔。啥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去年
佳士得春拍时，有一对从乾隆御用的黑漆镶金御用头盔上摘下来的南珠，拍出了500万的天价。难道就是这2颗？什么？500万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呢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难道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？竟然是何老，他可是与魏老并称鉴宝界的南北2位宗师，没想到今天竟然全都来了。哎呦，老何呀！我还以为今天你要缺席这场拍卖会了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是忍不住来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在这场拍卖会上选徒弟的，怎么能不来呢？小陈，来，何老既然要收徒弟了，你想不想去试试？你若是能成为何老的徒弟，那你就相当于整个鉴宝界的权威了。如果能拜入他的门下，那以后我就不用再找借口遮掩我的鉴宝天眼了。师傅，你个傻子，也妄想拜入何老门下，真是痴心妄想！没有资格被何老升入门下的人只有我。何建宏是整个南派鉴宝宗的大宗师，整个南派鉴宝宗都以他为尊。若是能成为他的弟子，我就能号令整个南派鉴宝大师为自己所用了。何老，我叫刘满江，是港城富比拍卖行的首席鉴宝师。我崇拜您很久了，您请收我为徒吧。就你，还不够资格。何老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小伙子，这对南珠你是怎么看出来他们出自乾隆玉盔啊？我就是这么看出来的，真乖。何老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傻子，只会胡说八道。这对珍珠耳环是老头子我捐出来拍卖的，这对南珠的确是从乾隆玉盔上摘下来的，它是我收徒的第1道测试题。什么？这竟然是真的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杨晨，您叫我小陈就好。何老，他就是一个傻子，您收一个傻子做徒弟，难道您就不怕被别人取笑吗？他不过才通过了初试，在接下来的拍卖中，我会根据你们的表现做出评定，最后确定收谁为徒。刚才不过是意外，接下来的拍卖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这个傻子白痴的。我有鉴宝天眼加持，小垃圾，看我怎么虐你！接下来是我们的第2件拍品，清乾隆龙戏珠红釉双耳瓷，起拍价100万，每次最低加价10万元。小陈，先别玩了，来看看这个，你喜欢吗？好。张少，这可是真品，而且还是从宫廷流出来的。好，那我拍定了。清乾隆龙戏珠红釉双耳瓷，赝品，市场价值100。小陈，你觉得这个双耳瓷你喜欢吗？太新了，不要。太新？难道说这是个仿品？傻子就是傻子，鉴宝岂能单看表面？这乾隆年的双耳瓷，肉色明亮，瓶口保存完整，乃是万中无一的精品。这傻子竟然说是赝品，真是愚不可及。假的就是假的。小月，你别信这个傻子，我把这个双耳瓷拍下来送给你。600万，700万，800万，800万第1次，还有出价更高的吗？800万第2次，80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张少。小月，送给你。张宏杰掏800万买下的双耳瓷，竟是为了送给李总，可真舍得下本啊！张少这样卖力追求李总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李总好幸福啊！张少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假的，100块，羞羞。臭傻子，你他妈胡说什么？就连柳先生都说这是真品，你凭什么说这是假的？臭白痴！今天何老和魏老都坐镇拍卖会，如若这个双耳瓷是假的，怎么能逃过他们的法眼？你坚持说它是赝品，岂不是在打魏老和何老的脸吗？何老，小陈的不是那个意思。这只双耳瓷，无论从釉色、色泽还是保存完整度来说，都没有一丝瑕疵。你说它是赝品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无缺的图案，书画会掉色，金银铜器会生锈。如果是瓷器的话，往往瓶身或瓶口都会有磨损，越是无瑕，就反而越有假。世间没有完好如初的古玩，那只是你没有见过，不表示
现在这一件龙戏珠红釉双耳瓷就不是真品。何老说的对，我15岁入行，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确定自己见过的所有瓷器都有瑕疵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傻子，胡说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摔坏了赔得起吗？你看一下我这鼓上有什么东西啊？你耍我？你手上分明什么都没有。坏东西的师兄，你也看走眼了。啥意思啊？我来替他解释吧。一般来说，像红釉这种大色瓷器都不会掉色，但是在乾隆前期，为了追求庸俗大色，宫廷御造采用的乃是釉上彩，所以都有掉色的毛病。啊？所以这个红釉双耳瓷是假的？没错，这便是老朽收徒的第2道考核，你又输了。什么？小陈，恭喜你啊，又通过了一关。看来今天你一定能被何老收为弟子。我最厉害。嘿嘿嘿嘿，花800万买了个赝品，姓柳的你这个废物，你赔老子800万！不，这是老夫我的主意，这800万你无需付款。啊，多谢何老。拍卖会继续。下面有请我们的第3件拍品——康熙年间黑陶茶具一套，起拍价10万，每次最低加价1万元。好像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挺一般的，一般般，普通东西。这样的黑陶茶具，虽然是康熙年的东西，可陶器本来就不值钱，加上又不是出自名家之手，1万块都嫌贵了。希望这次你别再让我失望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张少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出错。这个竟然价值3个亿，今天必须把它拿下。这个买好看。这不过就是一套普通的黑陶茶具，就算是康熙年间也没有什么收藏价值。你确定要拍这个？有了这个，店变大会出名。无知小儿，陶器本身就不值钱，黄泥放在火上一烤就能成型，根本算不得什么东西。这玩意根本就不值钱。若是无人出价，那这套茶具就10万。哎，小月，你不会真的信了这个傻子的话吧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相信小陈。好，10万第1次，10万第2次，10万第3次。恭喜李总！这李总是不是傻子？啊，乱花钱嘛，这是败家。我要锤子。这干嘛了？怎么了这是？这是干嘛？你该不会是后悔买下这套茶具，想砸了它吧？何老，这也是您收徒考核环节之一。并非如此，难道这套黑陶茶具中暗藏玄机？故弄玄虚，这要是个好东西，我刘满江磕头下跪给他叫爷爷。这是巫淫法。什么叫巫淫法？巫淫法又叫稻草盖珍珠。以前天下不太平，世家大族害怕自己的宝贝被人偷了，所以会在一些瓷器表面烧制一层低温陶土，既不会伤了原来器具，又能掩盖过去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里面藏着的必然是一件不菲的瓷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茶盘是康熙年的东西，上面雕刻着五爪金龙，只有皇帝一人独用。这是康熙大帝自己的御用之物啊！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啊！小陈，你可愿意拜老头子为师？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何建宏唯一的徒弟，南派鉴宝宗的少宗主。持此令牌呀，可以号令整个南派鉴宝宗。既然是南派鉴宝少宗主的令牌，那我以后在鉴宝界岂不是能横着走啊？哎，慢着，我北派鉴宝宗实力也丝毫不比南派弱，老头子我也愿收你为徒。哎呀，魏老头，
小陈连头都给我磕过了，他已经是我徒弟了，你可不能跟我抢。小陈不用给我磕头，他收了我的玉佩，以后就是我的亲传弟子，北派剑宝宗的少宗主。我南派剑宝宗少宗主也非他莫属。小陈，你说，你愿意拜谁为师？这他妈跟女朋友和妈妈掉水里先救谁一样，这他妈无解的难题啊！既然如此，那索性我都要，反正我现在是个傻子。我都要，那我就有2个师傅了，谢谢师傅。如此也好，我们南北2派剑宝界，如今啊，算是被小陈一统江湖。我们2个老头子啊，以后可以退居幕后了。乖徒儿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南北2派共同的少宗主，看谁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闭嘴！你让本少在小玉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，滚！别让我在南省看见你，滚！别让我在南省看见你，否则以我张家的实力，本少让你身败名裂，滚！张晨，我记住你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有2个师傅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嘿嘿嘿。小玉，3天后就是你爷爷的生日，别忘了你和他的约定，我等着你来求我。约定？什么约定啊？爷爷当初不同意我开拍卖行，所以我就跟他约定，3年之后，金镶玉的资产规模达不到10个亿，就回去接受家族联姻。3天后就是最后的期限了。如今金镶玉的资产才只有5个亿。这个卖掉。这套茶具太贵重了，我没有把握3天之内给我找到买家。那就卖给我老头子吧，5个亿。不行啊！这什么好事？你想独吞，我也要买，咱们俩1人1半。为了何老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可是这套茶具虽然贵，但是5个亿你们确实是给多了。多出来的2个亿呀，算是我们给徒弟入股了。我魏天恒的徒弟啊，不能白占你便宜。这样一来，小陈就成了金镶玉拍卖行的最大股东了。以后你就是我老板了。我当老板了。2位师傅对我这么好，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呢。谢谢师傅。快起来，来，拿秘籍过来。这是南派剑宝秘籍，今日为师传给你，日后啊，我会常驻你们拍卖行，有啥不懂的，随时来问我。这是我北派剑宝的不传之秘，以后要好好学习。我会经常去拍卖行考察你的学习进度，不可懈怠。有了这2本秘籍，我以后无需再想办法遮掩剑宝天眼了。小陈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去楼上准备下合同，待会儿就正式公布你的任命。黄海拍卖行的学徒张弛的狗腿子，平时没少跟着张弛欺负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可是老板。大傻子，今天穿的什么呀？你扫厕所的，穿成这样去扫厕所，会不会太浪费了？脱下来，我试试。不行，这是我的。你的？你一个傻子配穿这么好衣服吗？去，给我把它扒了。快脱了吧，你快脱，快脱！我体内似乎有种莫名的力量，难道这是那个佛珠带来的？臭傻子，你敢打我？我可是张首席的人，你他妈不想在金镶玉混了是吧？张首席算什么？他已经不在金镶玉了，现在我才是你上司，信不信？信不信我把你开除？什么？你是我上司，还把我开除？傻子，你真的是痴人说梦啊！去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，扔大街上去！
去你这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竟然敢殴打新老板，好大的胆子！什么？新老板？杨晨目前的股份占比已经超过了我，成为金镶玉的新老板。他将接替张弛，成为金镶玉的首席鉴宝师。老板，他就是一个傻子，哪来的钱入股啊？更何况你还要将他任命为首席鉴宝师。杨晨现在是北派鉴宝宗师魏天恒和南派鉴宝宗师何建红的亲传弟子，你觉得他有资格吗？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小陈，你说该怎么处理他们？罚他们扫厕所，扫厕所。听好了，以后你们就去轮流扫厕所，直到得到小陈的谅解，才可以重新做回学徒。是，小陈，以后你就是我们金镶玉的大老板。老板，我今天刚收到乔夫人电话，说他那有一批古董要拍卖，特意找张首席去鉴定。您看我们要不要给张首席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在哪儿？不用啊！记住，以后金镶玉没有张弛、张首席了，现在有的是杨晨、杨首席。老板，那个乔夫人说特意让张首席过去，要不然他那批货就不在咱金镶玉拍卖了。放心，有小陈在，我相信乔夫人是会选择我们的。小陈，准备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老板，要不让我跟您一起去长长见识，顺便能跟杨首席跑跑腿。让他去，让他去。走吧。让他去，让他去。走吧。黄海这是在打听张弛的下落，难不成他跟张弛背后的人也有关系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试探一下。李总，麻烦你们今天跑一趟，来这边请。乔夫人说的哪里话？您既然选择了我们金镶玉，这都是我们该做的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金镶玉的大老板，也是我们的首席鉴宝师。金镶玉的首席鉴宝师不是张弛吗？他去哪儿了？他又是谁？整个南省圈子里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。乔夫人，乔夫人，杨晨原本就是我们店扫厕所的大傻子，今天刚被李总提拔为首席鉴宝师。他黄海，你闭嘴！什么？打扫厕所的傻子？你竟然让他当首席鉴宝师，还敢带过来糊弄我？李玉，我看你是不诚心跟我做生意吧？你们走吧。乔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乔夫人，我能够证明我自己。如何证明？我们估价，您如果不满意的话，我们立刻离开。看在李总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。倘若是我心里价位，这次拍卖的生意还是你们金镶玉的。另外，佣金按照你们拍卖价的15个点提。15？拍卖行里10个点的佣金是正常值，15个点差不多就是天花板了。看来这位乔夫人急需将这些古董出手换成现金。好，康熙甜白釉素净瓶，清代白玉鹊桥香会诗文碑，还有清雍正钱碗，明初永乐大青花。哎呀，这全都是真品呀，李总。这个青花瓷瓶是被张弛调包的假货，黄海是故意让我跟李玉前来鉴宝。可惜他不知道张弛已经伏法，真品也已经被找到了。杨首席，您怎么了？您是不是不会鉴宝啊？
开始吧。这尊明代中期大开门弥勒佛，净重16斤，身高1尺3寸，佛像过尺，即为传世之宝。更别说这尊佛乃是纯金铸造，我给您定价300万。这把叠骨扇乃是晚清之物，但是这画工太过匠气，定价1万块钱。这个镂空龙纹战国时期的和田玉，定价1000万。不对，这个瓷瓶竟然不是赝品。明初永乐大青花，品相完整度90%，磨损较小，市场价值1亿。乔夫人，这个明初永乐大青花1个亿。真的吗？不可能，这玩意儿值1个亿。这就是值1个亿，这分明是个假。乔夫人，您觉得这个定价您满意吗？当然满意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3天之内必须筹备1个亿。若是你能做到，那么我会把佣金再提高1个点。乔夫人，3天时间是不是有点紧张？3天就3天。好，3天就3天。那个青花瓷瓶明明是假的，你怎么能跟乔夫人说能定价1个亿？不是假的，是真的哦，跟店里那个是一对。小陈，你说的真的？那这么说，咱们不用换回来了，而且还能挣1个亿。可是3天之内找到卖家，这不太现实吧？可是3天之后不是你爷爷的生日吗？买1送1。小陈，你真的是太聪明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爷爷可是最喜欢收藏青花瓷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是要你命的人，把杨晨和这臭娘们儿给我带走！上！小姐！我去，老子的后脑勺招谁惹谁了？这已经是第2次挨打了。装死了，起来！起来！真这个废物，连个傻子都打不过。杨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？难不成那颗佛珠在他手上？你没事吧？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。小陈，你流血了，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真的流血了，可是我感觉不到疼呢。难道是那颗佛珠带来的特异功能？我要赶紧带你去医院，本来就傻，脑袋又挨了一棍子，不会变得更傻了吧？这不正好给我恢复神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吗？哎，李总，不用了。多亏了刚才那一棍，我现在已经不傻了。真的吗？那你想起你以前的事情了吗？没错，我以前是个孤儿，3年前被人打成了傻子。幸亏你收留我，否则我已经死在外面了。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你还记得今天的事情吗？你是说我现在已经是南北两派鉴宝界少宗主的事情吗？太好了，你没有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。那些黑衣人的目标是我怀疑是跟张弛有关。咱们得赶紧回拍卖行，以免他捣乱。对对对，咱们赶紧回去。住
住手！你们两个命真大，竟然让你们给逃跑了。你这么快就从监狱里面出来，看来背后果然另有其人。你们对我张弛的实力一无所知，老子上头有人儿。有人？不对，你怎么不傻了？难道那颗佛珠是不是在你手上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佛珠，我能不傻？多亏你派人去追杀我，就是因为有那一棍子，我现在已经清醒了，现在已经不是个傻子了。哪怕你不傻又能怎么样？难道你真能代替我成为金镶玉的首席鉴宝师？我告诉你，金镶玉离了我张弛，离倒闭不远了。就是，我们张首席可是金镶玉的青天白玉柱。嘿，李总，张首席不就换了几个古董吗？您至于吗？这是人品问题，我绝对不会原谅。这是人品问题，我绝对不会原谅。嗨，人品问题，我倒要看看你的人品能有多高。你不是想把乔夫人那个假的青花瓷瓶换成真的吗？我偏不如你的意。哎呦，张弛，你偷盗财物在先，现在又损坏拍卖行的财产，你当真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吗？我就站在这儿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哎呦，我去！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3天后李老爷子的寿宴上，我要让金镶玉破产，我要让你和李玉身败名裂。金镶玉有我在，就不会出任何事情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呀！咱们走着瞧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救金镶玉的。咱们走。走。我去，鉴宝天眼竟然还自带文物修复功能，而且连一丝痕迹都看不到。这可是1个亿啊，就这么毁了。李总，我记得2位师傅给我的秘籍中有文物修复这一部分，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试一试，看能不能将这个青花瓷复原。小陈，都已经破碎成这个样子了，你真的可以修复吗？怎么样也要试试吧，最起码将它恢复原状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可是3天后就是爷爷的生日，能赶得上吗？能。若不是为了掩藏鉴宝天眼的存在，我瞬间就能将其全部恢复。小陈，怎么样，能修复吗？李总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先听好消息吧。啊，你自己看吧。小陈，你的修复技术也太高超了吧，就好像从来没有破过一样，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。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就是逗你玩的。只要咱们能将这个明初永乐大青花拍卖出去，
就能获得1000万佣金。我想了想，张弛背后的人应该是我的妹妹李冉，我一定要让她心甘情愿出高价买走这个明青花。小陈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先去楼上见我父亲。杨晨啊，乔夫人，你好。你是跟李总过来的？李总呢？啊，李总去楼上见李家主了，他一会儿就下来。哎，这是……乔夫人，我跟李总决定在寿宴上办一场小型拍卖会，拍卖您的明初永乐大青花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只要能卖出去，我先生公司的经济危机就可以缓解了。乔夫人，今天恐怕您要失望了。你就是我那个好姐姐请来的傻子鉴宝师。你是谁？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我们家小冉可是李家小公主李玉的亲妹妹。哦，不认识你，李总都没提过，那就是无关紧要的人。李玉今天就要彻底破产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？乔夫人，今天你的永乐大青花估计是拍不了了。什么？张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要问他喽。杨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说我的永乐大青花拍卖不了了呢？乔夫人，您放心，您的明初永乐大青花，我们金镶玉拍卖行一定会帮您以理想的价位拍卖出去。真的？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你敢把乔夫人的永乐大青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吗？你已经不是金镶玉拍卖行的鉴宝师，你有什么资格想看就看？臭傻子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！我看你是不敢让老子看了。哎，你还想硬抢吗？这里可是我李家的宴会，这里一切都由我说了算。我偏要看，你还想拦着不成？哦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能代替爷爷发号施令了？李冉，张弛是你的人吧？她是你妹妹？不是一个妈生的，他妈是我继母，母女二人一直视我为眼中钉。李冉，张弛是你安排来金镶玉捣乱的，对吧？你自己卖赝品，关我什么事？什么赝品？乔夫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李玉卖给你的明青花是假的。这不可能！杨晨，你不是已经鉴定过了吗？那个明青花不就是真品吗？乔夫人，请你相信我们金镶玉，也相信我杨晨鉴定没错，这就是正品。我今天就要拆穿金镶玉的谎言。李玉当时偷龙转凤，以假乱真，把假的明青花卖给了您，而真的就在他手上。李玉，张弛说的都是真的？乔夫人，张弛说的事情是真的，偷龙转凤的事情也确实存在，但是这个人是他自己。事情已经被警备处调查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。我当时也是被逼无奈，这都是李玉支持我的。我在李玉的逼迫下卖了不少假货，在场的宾客，凡是在金镶玉买过古董的，肯定都买到过赝品。我可是看在李老爷子的面子上才光顾了金镶玉，没想到竟然买到了赝品。不行，我必须让李玉按照假1赔3的合同给我赔钱。没错，李玉卖赝品古董，必须按合同约定补偿。李玉，这2个明青花就是你卖赝品的证据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2个人是蛇鼠一窝，目的就是为了搞垮金镶玉，对吧？真没想到你这个傻子脑子还挺灵光的。不过就算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李玉他这次彻底翻不了身了。我想
你们的如意算盘是要打空了。你说什么？这2个明青花都是真的。杨晨，你说大话也有个限度。这2个明青花要是真的，我当场给你跪下来叫爷爷。哎，说话算话，你可别忘了自己现在说过什么。谁反悔谁孙子。那我就让你看看到底是真是假。你们的速度还挺快，3天内居然又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赝品。李玉，你竟然拿赝品当真品，送给爷爷当寿礼，还妄想在爷爷的寿宴上卖假货，简直丢人现眼！还不赶紧把这2个赝品给我扔出去！哎，慢着，是真是假要经过鉴定才能知道。我是金镶玉的首席鉴宝师，凡是古董我一眼就能辨出真假。这2个明青花都是赝品。李老何老驾到！吵吵闹闹的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何老，他是谁？何建宏，何老，南派鉴宝宗的大宗师，有他在，一定可以拆穿杨晨和李玉的谎言。小冉，怎么回事啊？爷爷，这李玉拿了2个赝品到您的寿宴上，张弛正要拆穿他呢。赝品？今天有南派鉴宝大宗师何老在这儿，他一定会给我们长长眼的。爷爷，这2只明青花绝对不是赝品。何老，以您的火眼金睛，绝对分辨得出来，这2个明青花是赝品。胡说，这根本就不是赝品。明青花本就难得，况且这还是一对。你为何这么肯定，说他们是真的？鉴定明青花，尤其是明初青花瓷器，第一，看手感。何老、李老，不妨你们先轻抚评底。哦，永乐青花瓷的最大特点就是细沙底，手感顺滑，完全没有一般瓷器的那种颗粒粗糙的感觉。我说的可对？不错，如果从触感判定，这只大青花大概率是明初永乐款。但是质地，现代工艺仿制品也能做得出来，根本不足为奇。第二步，再看瓶身青花纹，胎体柔顺细腻，质地洁白，釉面厚重，润泽度高，白中泛青，自然柔和。这就是明洪武和永乐的早期特点，亮青釉。哦，没错，从釉色和胎体来看，是明初的亮青釉。难道这是真的吗？不可能，这种釉色现代工艺仿制品也能做得出来，根本不足为奇。这就是今天的铁证，这里有火石红斑。哎呦，火石红斑，这就没错了。永乐早年宫廷御制青花的独特之处，就是火石红斑。难道这是真的吗？我老头子找了好长时间啊，今天终于得到了。爷爷，这个明初永乐大青花就是我送给您的寿礼。哎，小玉啊，爷爷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女孩，这是我今天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了。爷爷，这分明就是赝品，是李玉他哄骗你的。老李，你的孙女儿是不相信我老头子的眼光啊！胡说八道！何老亲自坐镇，这怎么可能是赝品？还不赶紧给我退下！张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亲手把它摔碎了吗？难道我摔错了？大小姐，这个乔夫人的那个明青花一定是假的。杨晨，你既然敢在李老爷子的寿宴上拍卖赝品，你是根本没有把李老爷子放在眼里。我说过，这2个明青花都是真品。不可能，乔夫人的这个一定是赝品。是不是赝品？何老在这儿，还轮不到你下结论。哦，不错，这只明初永乐大青花也是真品，而且跟另一只应该是一对。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不信你自己看。这应该是极品明初永乐大青花呀！我明明已经把真品摔碎了，为什么它还会完好无损的出现？难道是李玉找了修复大师？对，肯定是这样。这2个明青花就算是真的，
也绝对是修复过的残次品，因为真品早就被我摔得稀巴烂了。好，那你自己就过来看看，有任何一点修复痕迹，算我输。怎么可能？这2个明青花竟然真的完好无损，这不可能！小心！我的明青花呀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张弛，你现在应该兑现赌约，下跪叫爷爷吧。你做梦！你可以不跪，但今天所有的宾客都会知道，你张弛说话就像放屁。以后你怎么在鉴宝圈混得下去呀？身为鉴宝师，如果不能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，那谁还会相信他？这种人还有脸说自己是鉴宝师，简直是鉴宝界的败类！我呸！爷爷，哎，别了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孙子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李总，连何老都鉴定了这明青花是真品，那是不是可以拍卖了？当然可以。李玉，既然爷爷喜欢，你就该将这一对明青花送给爷爷当寿礼，怎么还要拍卖啊？这个明青花是乔夫人放在我金镶玉拍卖的卖品，就算是我想要买，也要通过竞拍。我的好妹妹，待会儿你可要记得喊价呀，出价越高，显得你孝心越重。不用你多嘴。刚才诸位都听到了，刚才这对明清初大青花瓷经过何老鉴定为真品，现在拍卖开始，起拍价为1个亿，每次叫价不低于1000万。1亿1000万。李总出价1亿1000万。爷爷，我把这只明初大青花送给您，作为您的贺礼，刚好凑一对好事成双，祝您福禄双全。好，真是我的好孙女儿啊！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李家大小姐可真是孝顺啊！这样一来，光是给老爷子的贺礼，那就不少于2个亿了。1亿1000万一次，1亿1000万2次，1亿1000万地，我出2个亿。丽然小姐，她在故意激你，你可不要上当啊！闭嘴！这是讨好爷爷的绝佳机会，我绝不能让李玉抢走。李家大小姐出价2个亿，还有谁要加价吗？3个亿，4个亿，而且接下来无论你出价多少，我都会在你的价格基础上再增加1个亿。这个明青花，我要定了。你们2个适可而止吧。罢了，既然爷爷喜欢，谁送的又有什么要紧呢？日后我再给爷爷留一更好的，有更好的明青花啊，我一定给爷爷先留着。4个亿一次，4个亿2次，4个亿第3次，成交。恭喜李家大小姐成功拍得明初永乐大青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爷爷，这个明青花送给您，祝您福寿绵长。小冉呐，你有这份孝心，我很高兴啊！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集团下边的分公司交给你打理了，明天下午去报道吧。谢谢爷爷。李玉，这一局你输了。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杨晨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按照约定，6000万的佣金，我回去之后立马让人打到金镶玉。什么？6000万？是啊，原本我以为这个明初永乐大青花顶多能卖到1个亿，我撑死佣金也就能赚个1500万。幸亏有你，让我足足多赚了4500万，谢谢啊。那又如何？我花了4个亿得到爷爷的认可，
而你，就算赚的再多，也只能接受爷爷指定的婚姻。爷爷，您不会忘了吧？今天是您跟姐姐3年之约到期的日子。这金镶玉如今的规模呀，绝不可能有10个亿。姐姐输了。小玉啊，张家张宏杰向你提亲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。1个月以后，你们就定亲吧。爷爷，金镶玉的规模我已经成功做到了10个亿，您不能言而无信啊。什么？你做到了？可张弛身为金镶玉的首席鉴定师，他说的还能有假吗？没错，前段时间啊，我给李家主看了金镶玉的流水账单，金镶玉的资产规模顶多5个亿。不巧的是，3天前我已经成功找到了一个新的投资人，现在金镶玉的规模刚好10个亿。你说什么？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金镶玉的最大股东，我的合伙人杨晨。李玉，你撒谎也要有个限度。杨晨他一个穷鬼，哪来的钱投资啊？哎，我没钱，但是我师傅有钱啊。你师傅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他就是一个骗子吧？哎，师傅，他说你是个骗子呀。李家丫头，我这老头子我哪里得罪了你？你竟如此羞辱我！难道杨晨的师傅就是您？没错，他还有一个师傅叫魏天恒。杨晨目前呢，乃是我南北2派鉴宝界共同的少宗主。这怎么可能？杨晨他就是个傻子。张弛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我金镶玉有了杨晨以后，只会做大做强。你们想毁掉金镶玉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那又如何？你刚刚已经听到了吧？爷爷他已经答应你和张家的联姻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张宏杰那个纨绔。爷爷，我不同意联姻。小玉，爷爷不会限制你的事业，但是和张家的联姻是改变不了了。张家张宏杰今日特来向李家大小姐李玉送婚书。李家主，这是我张家的婚书，我爷爷说了，3天之后举办订婚宴。慢着。李玉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难道你还想违背爷爷的命令是吗？爷爷，我是不会嫁给张宏杰的，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小玉，你的情况我调查过，你没有和任何一个男人亲近过呀？有，他就是杨晨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竟然被李玉强征爱了，这也太刺激了。张少，现在你还要娶我吗？李玉，你宁愿跟这个傻子在一起，也不愿意嫁给我是吧？这是赤裸裸打我张家的脸。李家主，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宏杰呀，杨晨也是何老和魏老的弟子，与我家也是门当户对呀，这事儿我也很难办呐。李家主，你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，这不还有一个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绝不可能嫁给张宏杰这个废物。闭嘴！宏杰，你看李冉如何呀？一个记事生的，我看不上。哼，你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，还有脸看不上我？我呸！我这辈子就算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正好是你们李家悔婚在先，从今以后，张李2家在商场上不死不休。哼！哦，杨晨，多妻之恨不共戴天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爷爷，都是因为姐姐害得张李2家反目成仇，你可一定心浮气躁，年轻气盛，明天不用去分公司报道了。爷爷，我何老，我这有几件宝物，请你长长眼，咱们也顺便商量一下2个孩子的事情吧。小玉，你和小陈，你们带我接待一下宾客。是，爷爷。走，这趟生意来得值啊！不仅赚到了上千万的佣金，还捡了一个白富美的女朋友。看来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李玉，今天的事情我一定会告诉爸爸，你就等着挨骂吧。让开！再见。杨晨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华夏最大盗墓组织3族屋的人，敢惹我，就算你是南北2派鉴宝界的少宗主，
也没人能护得住你。咱们走着瞧。三足屋，这三足屋到底是什么呀？连度娘上面都没有他们消息。师傅，您来了。啊，坐。小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自从我爷爷寿宴回来，你就一直心不在焉的。乖徒弟，是不是在学习鉴宝秘籍时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有啥问题，告诉师傅，师傅为你解答。对啊，师傅可是鉴宝界的大宗师，一定知道三足屋的事情。师傅，您知道三足屋吗？三足屋？你怎么知道这个组织的？是张弛。张弛当时被我们赶走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背后的人是三足屋，他是三足屋的弟子。小玉啊，你帮我倒杯茶去。小陈呐，我本来打算以后再告诉你这件事，现在你既然知道了，那我就提前告诉你吧。师傅您说。三足屋起源于东汉，与摸金校尉一样，原本是个盗墓组织，但后来金盆洗手，目前呢是华夏4大拍卖行背后的控股股东，几乎控制着整个华夏古董流通。哎，你可知道这个组织的宗主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但是能收张弛这种的败类，想必他那个宗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嘿，臭小子，没大没小的，怎么说你师傅呢？什么呀，师傅？我说的是那个三足屋的宗主，跟您……不是，师傅，您不会说您就是那个三足屋的宗主吧？三足屋是南派鉴宝宗的地下组织，做事一向低调，只有长老团的人才知道我的身份。不过最近几个月呀，我已经很少插手三足屋的事儿了。哦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师傅，您帮我跟那个吴阔兄弟说一声，让他把那个张弛踢出三足屋就好了。他那样的人留在里面也是个祸。行，我会给他说一声的。哎，张弛啊张弛，没了三足屋的支持，我倒要看看谁还能救得了你。3日后啊，三足屋将在洪森拍卖行举办一场赌石，这是你第一次在三足屋亮相，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届时啊，我会亲自宣布由你继任宗主。好，我肯定去，赌石我最在行了。赌石好啊，只要是值钱的东西，都逃不过我这双鉴宝金眼。洪森拍卖行啊，是高家的祖产。明天呢，高家少主高峰也会前去。啊，高峰当年就是他和我的前女友李莹害我痴傻3年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杨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这对狗男女居然敢出现在我面前，这不是我们家莹莹那个废物前男友吗？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什么身份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小陈，他就是当初伤害你的人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当初他一棍子把我打成了傻逼，今天的账该算算。喂，我说你这个废物，你这是傍上富婆了？美女，这个软饭男他行不行啊？不如来找哥哥，哥哥保证满足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有点痒，你的脸皮是真的厚。小贱人，你他妈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有强迫症，这样对称我看着舒服一点。杨晨，你居然敢在高家少爷的拍卖会上撒野，你找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吊出去！慢着，张首席，他居然敢打高少，绝不能轻易放过他！杨晨，你竟然敢来我们三足屋的地盘！我也没想到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居然还能找到工作。看来这洪森拍卖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今天你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走了。没错，
竟敢羞辱我们洪森拍卖行，三足屋的吴副宗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吴副宗主，吴副宗主，你是瞎了你的狗眼，连我们三足屋的吴副宗主都不认识。师傅怎么没告诉我，三足屋还有个派头这么大的副宗主呢？在这里吵吵闹闹干什么呢？吴副宗主，他就是杨晨，就是他拆穿了我在金镶玉偷换古董的事情。你今天第一次来三足屋，就要守三足屋的规矩，跟我来吧。小陈，这个吴阔我听说过，他是华夏古玩界的无冕之王，就连何老与魏老都让他3分，你千万要小心。静观其变吧。这些是我从缅南收来的翡翠原石，想要进入我三足屋的地盘，必须先过我这关。不用拐弯抹角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在吴先生面前也敢放肆，你真是老寿星上吊，活腻了。咱们今天就比赌石，你赢了给你500万，你若输了就要你这双眼睛。好，我奉陪到底。小陈，别冲动，没了眼睛还怎么进宝？放心，我不会输的。吴先生可是赫赫有名的翡翠大王，目光毒辣，从未失手。你就等着认输吧，等你落到我手里，我要亲自动手挖出来你的眼珠子。哼，你怕是没有这个机会。好小子，你有种！规则很简单，你和我在这些原石里面任意挑选，现场切割，谁开出的翡翠价值高，谁就获胜。现在比赛正式开始，就他了。吴先生挑的这块原石，体型较大，表皮矿脉走势明显，隐隐还泛着绿气，他一定能出绿。杨晨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真是皇上不急，太监急呀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等你落到我手里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看来我是高看你了，这手法未免也太业余了。吴先生，这个杨晨就是没爹没娘的孤儿，我看他怎么会懂赌石这种高端游戏？您今天一定会赢的。行了，我就选这块。这块原石体型较小，表皮既无矿脉走势，也没有丁点的绿气。它要是能开出绿来，我就把它吞了。哎，一言为定，说到做到啊！好小子，今天我就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不是你的别强求。好，这句话我还给你，是我的就是我的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准备现场切割。我的出绿了，你输了。还是冰种翡翠，这么大一块冰种翡翠，最起码价值600万呢。杨晨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呀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抓住！我要亲手把他眼睛给挖了！谁敢动他？吴少，杨晨和你无冤无仇的，何必把事情做这么绝呢？我吴阔做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不过是冰种翡翠而已，我的原石还没开，我不一定会输。想要赢过我的冰种翡翠，除非你开出来的是玻璃种。你的面积这么小，就算你开出玻璃种，未必价格比我的高。那万一是孔雀绿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！孔雀绿的玻璃种万中无一，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实话告诉你，这批原石除了我刚才挑的那块，其他的都是废石。
如果你现在认输，我还考虑大发慈悲放过你。如果你现在还是执迷不悟的话，那你这双眼睛也别要了。哼，我的这双眼睛你拿不走，但是你的500万我要定了。不自量力！切割刚才杨晨选的那块废石，让他死心。哎，慢着！怎么，杨晨，现在想认输？晚了！在切割原石之前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：如果我的这块原石，哪怕是开出价值连城的翡翠，那它也归我所有，对不对？哼，一块废石罢了，你想要就给你了。口说无凭，立个字据吧。拿合同。是。签吧。现在能切了吧？现在可以切了吗？小陈，这真的能开出绿吗？放心吧，不仅能出绿，而且还是价值连城的孔雀绿玻璃种。就这，还孔雀绿？我看切出来，还不如我给你戴的绿帽子绿吧。这真的是玻璃种，而且还是孔雀绿，孔雀绿的玻璃种，而且还是这么大一块，一定价值连城啊！小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我赢了，拿钱500万。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已经有了孔雀绿玻璃种翡翠，还要什么500万？翡翠是我们签好了，这是我应得的，500万是赌注。怎么？难道大名鼎鼎的三足屋画事人要当众耍赖呀？啊？500万可以给你，取钱去，现金。500万，一分不少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原来这500万这么好赚啊！你若是想拿这笔钱离开，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吧？怎么，你还想继续跟我赌吗？这次比鉴宝，如果你赢了，这500万还有孔雀绿玻璃种，你全都拿走；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身上的任何一件东西，你必须同意。好，比鉴宝，我在行。说吧，怎么比？这次不是和我比，而是和他。哎，连真假的明青花你都分辨不出来，还跟我比？之前是我大意了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输。杨晨，你输定了。这些古董里面有真品，还有赝品。你跟张弛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选出所有的真品，谁就获胜。东西是你们准备的，说不定你们还会耍赖呢。指不定啊，你早就已经把答案告诉了张弛。都傻呀，我才不跟你们比呢。说的没错，这样的比试不公平。这是师傅，参见宗主，参见沈妖长老。起来吧。既然要比，那就公平起见，免得别人说我们三足屋欺负人。小子，你竟然能开出孔雀绿玻璃种翡翠，运气不错。老爷子还挺新潮，
一大把年纪还喜欢玩 cosplay，那我就陪他演这场戏吧。运气而已，主要还是靠这双眼睛。既然你是三足屋的宗主，这场比试就由你来负责吧。带他们下去。再换一批新的古董来。这里有3件古董，但只有1件真品。你们谁先说出真品，即为获胜。开始吧。怎么可能都是赝品？难道这是师傅的考验？我选好了，这里面只有这双田白釉净瓶是真品。这一局，张驰胜。小陈，输了也没关系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不，我没输。真是个蠢货，输了还不承认。这局比的就是鉴宝速度，我比你先找出真正的古董，就是我赢了。这3件都是赝品，你赢个毛啊你！杨晨，双田白釉净瓶可是有10大顶级鉴宝师联合签名证书，绝对是真品无疑。赝品就是赝品，你找再多的人鉴定也是没有用的。宗主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宣布结果吧。我宣布鉴宝比试的获胜者为杨晨。什么？沈阳长老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3件古董确实都是赝品。沈阳长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鉴宝最忌受外界影响。杨晨没有盲目相信我的说辞，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。这一局，杨晨胜。这500万还有那块翡翠都是我的了。李总，快打电话叫人来把东西搬回金镶玉。好，我这就打电话。给我放下！这是我三足屋的地盘，当然得听我们吴副宗主说了算。我凭什么放下？你们三足屋又想耍赖不成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宗主，今天绝对不能让杨晨活着离开。这是为何？宗主，杨晨今天摆明了就是来踢馆的。他若是带着钱和翡翠离开，那今后我三足屋在鉴宝界如何立足啊？那你说该怎么处置他？属下认为，先废除他一双眼睛，再把他送到非洲钻石矿，终生不得离开。杨晨是我男朋友，还是何老与魏老的亲传弟子。你们要伤害他，就是和我李家作对。李家算什么东西啊？三足屋建宗1000年，藏宝库里的东西数不胜数。整个华夏，谁不想从我三足屋手里买古董？你们根本不敢得罪我们吴副宗主，别说是你们，就连何老跟魏老也不敢。就凭你也敢跟我们吴副宗主作对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你们吴副宗主这么，你们的宗主知道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三足屋宗主令牌在此。你怎么可能会有我们三足屋宗主的亲传信物？一定是假的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到底是不是令牌？看清楚了吗？真是宗主信物！宗主，杨晨敢偷盗您的信物，请下令严惩。宗主信物乃我亲自所赐，何来偷盗一说？何老竟然就是三足屋的宗主，小陈竟然是三足屋少宗主，太好了！不，杨晨就该窝囊一辈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快就翻身了？今日我亲自到此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向你们宣布，由杨晨继任三足屋宗主。还不下跪！参见宗主。哎呀，都起来吧！刚才是谁说要把我送到非洲去挖钻石矿的呀？张成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还不快向宗主请罪！宗主，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这一次吧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去非洲挖钻石矿，
那就由你去了。来人，把他的眼睛给我废了，把他拖下去，送到非洲挖钻石。宗主，你只要放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哎，等等。哎，李总，张弛这些年在金镶玉吃里扒外，应该赚了不少吧？你说他这些钱应该全部吐出来还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张弛在金镶玉3年，每年年薪5000万，3年，一共1亿5千万。那你把这1亿5千万全部交出来，我就不送你去非洲挖钻石了。我给你们钱还不行吗？这是我这些年全部的积蓄，一共1亿5千万，我宁死也不愿意去非洲挖钻石。既然不愿意去非洲挖钻石的话，那就直接杖毙了吧。那小陈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金镶玉早就被张弛破坏了。这个钱当做是给你的报酬吧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哎，你们2个要去哪儿？张宗主，当初都是李莹这个勾引了我是被迫给您戴了绿帽子呀。是你说杨晨是个窝囊废的，跟着你能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然你以为我能看得上你？杨晨，我已经后悔了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当一个贤妻良母。好，真的。小陈，不行。啊，拿着这个插高峰头上敲上去，把他打成傻子，让他也尝尝我当了3年傻子备受欺凌的感受。走，走！这3年，要不是李玉收留我，我早就变成一堆枯骨了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。你说这些损失该怎么补偿呢？既然李莹不忍心，那就我来好了。真是个怂货，这就尿裤子了。我可以放过你，但是我要这家红森拍卖行。可这拍卖行是我们高家祖产，我爸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已经同意了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查出是高峰导致你变傻之后，就打算让高家把他转让给你。这是高家家主亲手签的合同，从今以后啊，这家拍卖行就是你的了。谢谢师傅。爸爸是不会放过我的。高峰，我现在宣布，从今天起将剥夺你的继承权，逐出族谱。你这个，都是你害的！哎，把他们2个分开，别闹出人命。师傅，今天多谢您了，我送您回去。哎，你把钱跟翡翠先带回金镶玉，等我回去处理。好。今天不仅大抽得报，还血赚1亿1500万和一家拍卖行，还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孔雀绿玻璃种翡翠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我送你回去。吴副宗主，杨晨既然走了狗屎运，成了宗主，那秘密宝库里的那些宝贝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赶在宗门大会之前找到佛珠，需要拿到它，才能打开3族屋的宝库。得到了宝藏，谁也不能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是。你说什么？秘密宝库？3族屋建宗千年，又曾是盗墓一派，收集了不少古董文物，放进了秘密宝库。只有历代宗主才知道具体方位。100多年前呢，局势动荡，3族屋的先祖为了不让这些宝贝落入敌手，就封锁了宝库，只留下一块石碑作为线索。而且，先祖留下遗言，谁若能破解石碑密码，藏宝库中的所有古董文物将全都无偿送给此人。啊，无偿？万一被宗门外的人破解了，那怎么办？不可能的，因为这块石碑每10年的宗门大会上才会出现1次，所以只有宗门内的弟子才能见到。
1个月后啊，就是宗门大会，届时我会为你举办宗主继任仪式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你必须找到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乾坤珠。乾坤珠？没错，乾坤珠是三足屋的至宝。据说呀，只有乾坤珠才能破解石碑的秘密。它一直供奉在宗门的祠堂里，但前不久却神秘失踪了。宗门规定，谁能找到乾坤珠，谁就是三足屋的下一任宗主。师傅，我能看一下乾坤珠到底长什么样子吗？来看看。这不与我融为一体的那颗佛珠吗？原来它就是乾坤珠，三足屋的至宝。怪不得张弛一直想要找到它，原来是打宝藏的主意。师傅，我能打听一下吗？这秘密宝库里都有什么呀？据先祖留下的史料记载，里面有始皇帝的传国玉玺，传说中的随侯珠，还有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还有原版的全套《永乐大典》。我去，这些全都是国家级文物啊！这些全都是老祖宗留下的精华，绝对不能流落到外人手里。我怀疑啊，乾坤珠是被吴阔偷走了。此人心术不正，要是被他解开石碑秘密，那些国宝全都会被他卖给外国人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找到乾坤珠，守护好国宝。好，需要帮助随时来找我。乾坤珠已经与我融为一体，怎么才能把它取出来呢？乾坤珠，有了乾坤珠，这次我一定能赢。传国玉玺、兰亭序、随侯珠来了。且慢，我吴阔自荐为三族宗下一任副宗主。宗主之位，岂是你想当就当的？我只要拿出一件宝贝，下任宗主只能是我。乾坤珠？没错，就是乾坤珠。宗主，事已至此，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下任宗主，非我莫属。你是在要挟我？乾坤珠在我手上，我是三族屋命定的宗主。你这么早下定论，是不是太早了？我当不得宗主，谁能当得？吴阔啊，吴阔，你还真是爱上当，当当不一样。你的这个乾坤珠是张弛给你的吧？那又如何？那你就没有想过，你的这个乾坤珠已经被张弛调包了，是一个假的乾坤珠。杨晨，这世上乾坤珠只有一颗，是复制不来的。我这个乾坤珠绝对是如假包换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看看我手中的这个是什么？乾坤珠，这才是真正的乾坤珠。还是我徒弟啊！不过，念在你对三族屋有功有劳，我今天不杀你，你自己滚出宗去，自生自灭吧。杨晨，我输给你，我不服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！你之所以落到这个下场，完全是因为你太相信张弛了。这都是你被张弛跟刘满江给骗了，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张弛、刘满江，把老子骗得好惨，我一定要抓到他们，把他们送到非洲挖一辈子钻石。滚吧！找到了，三族屋的秘密藏宝库就在这大殿之下。传国玉玺、兰亭序、随侯珠，我